刘强东深夜请骑手吃火锅，网友喊话王兴：“你敢吗？”这几天，一段刘强东深夜请众骑手吃火锅的视频迅速登上热搜。期间，刘强东非常的亲民，频频举杯向骑手敬酒，骑手向他回敬，他也来者不拒，一饮而尽，给足了面子。有骑手劝他意思意思就行了，但是刘强东不同意，坚持一口闷：“咱们可能这辈子就这一次在一起喝酒的机会，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所以不要留遗憾。”身家千亿的大老板如此尊重基层员工，立刻有一位美团的骑手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黄色制服，换上了京东的红色骑手服。有人说这些都是提前安排好的，刘强东在演戏，这里面或许有演的成分，但刘强东好歹还愿意花点心思在骑手身上，与他们一共情，带来一些情感价值。凡事论心不论迹，论迹无完人。刘强东有心陪骑手们吃一顿接地气的火锅，一起喝酒聊聊天，已经超过了90%的老板。从前几天开始，与京东、美团有关的话题至少已经上了5个热搜，网友更是一边倒的点赞刘强东，无形中给王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。于是众网友纷纷喊话王兴，问他敢不敢和骑手一起吃饭。有网友甚至一语双关的调侃道：“东哥来了，和骑手打成一片；王兴来了，和骑手打成一片。区别是前者是从内心上打成一片，后者是用肢体打成一片。”为何刘强东与王兴在网上的风评会有如此大的差距？答案就在前几天京东发案的封公开信中。京东指出，美团有3宗罪：第一宗是对商家在明知道全国60%饭店不挣钱的情况下，还疯狂收取佣金，每年赚取上亿的利润；第二宗是对消费者纵容幽灵外卖店以牺牲健康为代价，偷偷销售毛利高达40%的低品质外卖；第三宗是对骑手用算法逼迫他们不顾一切的追求效率，危险行驶，致使骑手的事故率是快递员的3倍。在京东看来，美团称霸外卖市场这么多年，商家、骑手、消费者全输了，唯有美团一家赚得盆满钵满。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出在王兴管理美团的方式上。王兴给人感觉是一位唯效率论、唯技术论的企业家。有个例证是，王兴经营企业从不给员工画饼，也不喜欢谈理想，往好了说叫务实，难听点叫功利。有个高管曾向他汇报某项目的战略意义，王兴却打断了该高管，表示自己更希望看到的是可量化的结果，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意义。在数据主义、功利主义的驱动下，美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，打赢了千团大战，将一众对手踩在了脚下，市占率超过70%，形成了几乎垄断的优势。这样的成绩，王兴当然有骄傲的资本。但是如果这些成绩是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之上的，美团每年1000亿收入，400亿利润，其中有多少是商家的血汗和骑手的社保？在外卖市场被美团控制的情况下，弱势的商户、骑手有能力改变不公平分配的规则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刘强东是高明的医生，敏锐地找到了美团的命门，替骑手、商户说出了心里话，让他们看到了改变利益分配规则的希望，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度，才会有这么多人与其共情，挺京东贬美团。美团是一家赚钱的公司，但不一定是一家伟大的公司。换而言之，如果你开了一家公司，就资本谈资本，不顾社会责任，那么你将落一个资本邪恶的怪圈。参考马斯克有关资本的论述，资本是肮脏、无情的，没有道德血液的。你以为你在做好事，让骑手有了工作，商户多了订单，但实际上远远不够，并且你的所有都被标上资本的逐利。比如困在算法里的骑手那篇文章，不就反思了资本、算法对人性的侵害吗？说回咱们开头的问题，王兴为什么不敢和骑手一起吃饭喝酒？或许他很难和骑手产生共情，片面的认为有余骑手吃饭作秀的时间，不如思考下如何优化算法，继续缩短配送时间。股东是高兴了，骑手却遭殃了。前几天美团对京东的回复就很能说明王兴的心态。开篇引用了一篇诗：他强有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这首诗想传达的意思是，王兴不在乎京东的诽谤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公众自然能够知晓真相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美团的傲慢。其深层的含义不就是懒得和你讲话，随你们说的意思吗？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美团及王兴的当务之急是找回同理心，在高度理性科学的管理体系中加入一点感性的温度，与骑手共情，与用户共情，与商户共情，而不是盯着一堆冷冰冰的数据报表。马云说过，企业小的时候是个人的，做大了就是社会的。控制着体量如此庞大的一家企业，王兴应当好好想想马云话中的意思，做社会是要会做事，但首要是要做人。